上一集啊，我们讲到地球什么时候扬升，还有如何扬升。其实上集讲的是游戏内的游戏，那我们这集要讲的比较会让大家梦碎吗？应该不会吧。这集要讲的是真相。其实我们的地球不需要扬升，任何人也都不需要扬升。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为什么不用养生呢？其实啊，关于这个问题，我们频道影片的第2集就已经有解释了。我们在第2集里面啊，有谈到说信念显化一切。那后面我们也有讲到说信念显化系统，信念显化我们存在的系统，信念也显化我们所遇到看到的一切。其实我们整个人生故事就是由我们自己的信念所显化的。那我们今天在这里为什么会遇到一个所谓的扬升的这个剧情？整个事情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内在显化出来的一个戏码。那我们都是共同的演员，在一起参与这个戏剧的演出，然后在这个戏剧里面运行。那其实整个其实就是一个游戏，它并不是真正有一个需要达成的事情，整个都是一个梦幻一样的游戏。整个生命，整个意识里面，我们遇到的所有事情都是一场梦。所以我们梦到我们在参与一个扬升的过程，所以我们正在玩一个扬升的游戏，所以我们在演出一部扬升的剧情。那这整个其实都是梦幻泡影，其实它只是我们意识显化出来的一个流程。那我们正在参与自己显化出来的一个流程。一切其实都没有真正的需要，它是一个游戏。所以扬升其实根本没有真正所谓的扬升。整个我们人生所有的剧本，所有的剧情，为什么要走这些东西？所有的其实是为了让我们自己能明白，这整个其实只是一个梦，整个只是一个游戏。那我们真正最后会参与、会发现的是，我们其实只是在做一个梦。我们醒了，哇呀，这一切都是梦。或者在游戏里面，或者在梦里面，我们就发现，这是一个清明梦啊！原来我在梦里面。那我梦到什么？正在扬升。那我们知道了，我们在梦里面，我们知道在游戏里面，我们就可以玩得更尽兴。我们在清明梦里面，我们就可以变化任何的一个，对啊，想要怎么变，怎么玩都可以。那在这个扬升的剧情里面，我们可以加油添醋，然后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剧情都可以。我可以让自己进入一个更敞开、更神通广大的这个梦境都可以。那所以重点就是扬升这件事其实并不存在，它只是一个梦。把真相说出来应该不会让大家梦碎吧？不仅梦没有碎啊，梦还在，应该会玩得更尽兴才对。对啊，现在地球就是在很多人越来越多人在讨论扬升这件事嘛，就新时代啊什么都会说扬升这件事，但是大家又不知道啊，其实啊都只是一场梦，那就会把扬升啊沉沦看得很真实，看得很严重，那就会很融入在这个剧情里面。对于扬升啊就好执着，好怕沉沦，然后不要沉沦，不要，那我要扬升，我要扬升。很融入，就是很紧张这样，那可能有时候会太紧张而收缩，这样就太过度保护。对啊，你不要这样啊，你不要靠近我，你不要，你这样子不对，你这样不能扬升，不对，就会变成这样子。没错啊，就过度收缩，就会造成收缩的这种情形。对啊，而大家知道真相。不是一定说啊，我就要跳出游戏啊，我就不能玩啊什么。其实知道这些真相，你反而能够去选择你要什么。如果你知道真相了，你还想要玩一场扬升的游戏，帮助地球扬升的游戏，觉得这样子很棒啊，很有爱啊，你还是可以继续玩啊。而且你反而知道真相后，你反而能够玩得更如鱼得水，轻松自在，而且意识也会更扩展。对啊，像我们2个。都会跟大家说啊，我们是要来帮助地球扬升的什么什么，但是呢，其实我们都把这件事情就当作是一场游戏。对，我们都知道这只是游戏，那我们选择要玩这个游戏，这样。这是一个大卡司的这个游戏啊，这是一个大卡司的电影。
你看阵容很坚强啊，什么高龄巴夏、赛斯啊、佛陀啊，什么哇一大堆，卡斯很坚强，然后对啊，然后哇所传达的那些道理一个比一个精彩，一个比一个深入。对啊，在这种这么精彩的剧情里面，这么大卡斯的一个影片里面，我们能参与演出，哇，真的是太幸运了。太幸运了。对啊，所以这大家好好来玩这个游戏，而且最重要的是。不要以为这个游戏跟你无关，这个游戏你就是主角。对，没错，你就是主角。每个人就都是主角，每个人只是他游戏里面的主角，因为整个游戏是他自己显化出来的，整个游戏是你显化出来的，而不是别人。因为我碰到的剧情跟你碰到的完全不一样，你碰到的所有剧情都是你所显化的，你就是主角，而不是别人。对啊，多精彩啊！多精彩！看看你周围，现在来看。都是你显化、你创造的哎。对呀，你创造的这些感受，让自己体验。其实人真的不要小看自己，你觉得说，我遇到一个很不好的事情啊，今天又赔了钱啊什么，如何创造出这个赔钱的剧情？如何创造出一个骗我钱的人？如何创造出今天所发生的所有种种这些剧情巨细靡遗的发生？这些怎么去编出来的？对啊，你是。自编自导自演，连特效都是你自己去创作出来的。哇，你是特效组、特技组，然后灯光组，你还是导演，整个剧情、整个幻化的一个场景，这么大的一个剧情都是你变出来的，真的很惊叹。即使是一件你自己认为说不是很美妙的事情，它都是你精心去变换出来的剧情。对啊，是不是很棒呢？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其实电影里面常常越不好的剧情，我们就越开心、越过瘾，这样。那为什么人要去看鬼片啊？什么？你自己觉得说，如果我真实，我才不要碰到鬼。那看鬼片就觉得哇，好刺激，好精彩。其实你就在看着鬼片，而且是你自己自编自导自演自看的一部鬼片。那这样有什么？人都是安全的，所以你在100%安全的情况下去自编自导自演自己欣赏。很值得惊叹。对啊，即使我变出一个便当来，哇，那个鸡腿的纹路多么细致，又有香味，皮又脆，哇，竟然能变出这么棒的一个东西来，一个鸡腿，哇，赞叹啊，赞叹啊，真的是感恩赞叹。上面竟然还有胡椒粉，哇，真的是非常困难。你叫一个编剧啊，你叫一个什么去用工巧，然后去用一些东西去做出一个一模一样的鸡腿来，其实都有困难，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你却用意识轻易的就把它变出来了。对啊，多不可思议啊！我们应该很感谢、很赞叹自己所变出来的每一个人事物。等一下，刚刚说鸡腿，会不会有人说啊？你们怎么可以讲鸡腿？鸡腿是肉什么的？你们在讲梦境，梦到鸡腿有什么吗？对啊，想太多了嘛。我们在讲梦境，梦到鸡腿有什么问题呢？就是毫无问题嘛，一切都是梦境，问题存在在哪里？问题就是也只是一个信念嘛。对呀，就是问题都是自身意识信念所创造出来的。如果有人想要知道有关灵修该不该吃素的问题什么的，可以去搜寻业力生于出发点，灵修该吃素吗的影片。我们都有谈到。那像有些人就觉得啊，地球真的是好难玩啊，太困难，我怎么会选择要来这里呢？我不想玩这个这么苦的游戏啊，那我要怎么跳出来啊？地球这个修炼场，地球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修炼场，它是一个修罗模式的修炼场。修罗模式，来地球游玩，来地球自编自导自演的这些人。包括我们还有大家，每一个人都是大师级的，不是大师级的不会来这里玩。你是不是说客套话？我不是说客套话，就像你参加不是激励人哦，完全不是激励人。今天如果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游戏，非是职业选手没办法去驾驭的游戏，那谁在玩？这只有职业选手在玩，所以每个都是大师级才能玩。这个地球就是这么一个游戏，它的困难度，如果你想想看，如果在别的星球，然后过得很美好，然后随便都能够变出，然后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然后一切都非常的美好，好美好。你有什么困难度？那是 easy 简单模式，再简单不过的模式，就是你投身到那里，对啊，一生出来，一切都安排好，一切都很美好，你就很单纯只是享受而已。这样的一个游戏，你会觉得是一个
很厉害的游戏嘛，easy easy 啦，easy 对啊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说哇，投身到天人哦，就是多厉害多厉害，其实正好相反。正好相反，完全相反，投身到天人是 easy 模式，就是啊，你有福气，你去那里享福吧，去度个假。有人说那里是轻松天堂，你说天堂也好，说什么都好，其实它就是一个度假村嘛。对啊，度假村啊。你就去那里度个假，然后再离开这样。但是到地球不一样，每个都必须是一个有很多浑身解数才能在这里生存的一个存在。那这样呢？难道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是大师吗？每一个人都是职业选手级的，真的来到这里哦，不要小看。而且看到我们影片的人更不要小看自己，这是专家中的专家，职业选手里面的精英。所以各位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才会选择这样的一个场景。那但是我们今天刚刚讲到扬升，我们现在就是在一个职业水准的扬升游戏里面。所以这个游戏哦，不要把它看得太严重，也不要把它看得太紧缩，然后很紧张，什么都不用，轻松的来玩这个游戏。虽然它是一个职业水准的扬升游戏，但是大家其实都已经进行得非常好，已经在一种很棒的轨道上运行。对啊，就轻松去玩，轻松去面对，如何借由游戏的场景，让我们的心不断的敞开、打开，然后能够体会到我们的最源头的真心。我们来这里的目的，其实真正的目的是这个，借由游戏。然后去让我们体会到我们真正的身份。真正的身份不是我从卯宿星来，也不是我上辈子是大角星啊、天狼星啊，那是我的家乡。对啊，家乡啊，那其实只是一个剧本。我们真正的身份不是外星人。各位虽然可能也是这样的剧本而来的，那其实真正的身份是那个演员，也不是那个剧本。所以我们发现来这里就是借由这样的一个很特别的过程。去发现我们真正的身份。像有一些人啊会说啊，在人道的地球人是比其他外星人还来得高等的，又是什么意思？就很难得啊，很高等啊。其实他不是说高或低，就是人生难得。人生难得在佛经里面也有，就是人生非常难得。在我们这个人生为什么难得，其实我们讲得非常清楚，就是这个游戏非常的困难。你要学如何从游戏里面跳出去学到登出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跳板。除非你来到这么一个修罗级的一个游戏里面，你在其他游戏你很难学到登出，因为其他游戏太容易玩。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好了，你非得在二元性里面你才能够登出。为啥？为什么？我们从最简单的善恶好坏黑白这些二元性，我们知道了二元性，最后我们走到了一个点，觉察与被觉察，这是不是一个二元性？这是一个最原始、最基础的二元性。我们有一个可觉察的，然后有被觉察，万物现象都是我们被觉察的，然后我们有一个觉察的。从这个二元性里面不解释，然后跳出来，成为那个一元。这时候我们就能够回家了。一定要了解这个觉察与被觉察，才能够跳出去，非得在二元性当中才能够回到一元。所以我们这是一个二元性非常严重的世界，非常严重。对啊，一切都是二元性，不像其他的世界，你就处在美好。那你就享受着那个美好，你怎么会登出呢？对啊，你就正在享受美好啊，登出你怎么登出？你没有登出的机会。那另外来讲，如果在那些很恶劣的世界里面，只有痛苦的，你在地狱里面正受着苦，好辛苦，好痛苦，你痛都来不及了，你怎么登出？完全没有办法，你非得在我们这种修罗级的二元性世界体会二元，然后从二元里面解脱出来，解脱到最后一个二元，觉察被觉察。体会到最后一个二元，这个就是登出的门。那登出不是没门？登出就没门，就把最后一个门也消掉没门。对，它其实并没有门。说太多了，竟然把宇宙的秘密在这里把它讲出来。不过我们一直就在拆解，就在，所以各位来这里到底干嘛？你可以选择在养生游戏里面大玩特玩，从此你放开心去玩，不用去很
紧张说啊，我来这里有什么任务啊，有什么使命我有什么使命啊？我不遵照使命哦，我一定会怎么样啊？这样，一定要完成这项使命，一定要完成这项使命啊！我既然是什么新人，我不完成这种来这里帮助地球的使命，我回去怎么交代啊？这么交代啊？天狼星人来这里的。对啊，其实一切都是游戏，它也没有评分标准，它最重要是让你在这里学习到，这一切只是个游戏。所以，使命到底是什么？真正我们的使命，我们既然来到这里了，我们就是体会，原来一切只是游戏，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使命了。如果要编出一个使命，其实根本没有使命。就像有些人会说啊，是不是让地球扬升之后，我们就可以回家了。对啊。然后回家就回到原来我们来的地方啊，你从天狼星来，我们就可以地球扬升了，可以走人了，然后回去了这样。对啊，其实你前世是什么天狼星或是什么星人，你前世搞不好是也不是天狼星，可能是昴宿星，在前世可能当细菌，在前世可能当某个星球的动物。对啊，在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人？对啊，听都没听过。那你到底是哪个人呢？也有从别的平行宇宙来的人，这样就那边的星跟这里又完全不同。那到底从哪里来？你到底是什么人？你谁也不是啊。就有些人说，知道自己前世是什么星人，是不是就是觉醒了？我知道啊，原来这个世界是被奴役控制的世界啊，其实有外星人啊，什么什么，我知道这件事情，并且相信了，是不是就是觉醒了？对呀，当然不是啊。当然你可以把觉醒或开悟定义为啊，我突然领悟到某些事情啊，知道学到某些东西，一切都是梦中梦啊。如果我们在这一层梦境，比如说在3次元梦境里面醒了觉醒了，然后回到了5次元，其实5次元还是个梦境，一切只是层梦境。我们其实不需要去在每一层的梦境去醒了。那实在是很慢的事情。其实真的要醒就一次给他醒到底。对啊，就直接从最终的一个地方直接醒来，醒来之后就发现层全部都是梦境。对啊，为什么要从昴宿星来到这里？为什么要从大角星、天狼星，各位辛辛苦苦的来到这里，为了是什么？你说让这个地球扬升，这其实只是一个剧情。你在那个星球，你非常的明白，在那个环境下，你没办法真正的开悟，真正的醒来，所以你才选择了这一次来到这个地球，接触这些真正能够开悟的知识，并且让你在这个地球二元性非常分明的情况下，完全跳出来觉醒，达到开悟的境界，完全从游戏里面醒来，知道自己是玩家。你在天狼星，你在大角星，你在昴宿星，你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来到这里的，你不是因为来这里参与地球扬升的过程。地球扬升的过程只是一个游戏，你选择参与这个游戏，但是你最终的目的非常有可能就是选择来这边能够真正的觉醒，不是从这里第3次元醒了回到第5次元、第6次元，不是，而是从所有次元的梦境当中醒来。来这里就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你才选择来这里。所以各位问问自己，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来这里？你也当然可以，你可以选择说，我还不想跳出游戏，我想在游戏里面尽情的玩，完全没问题。那当你知道这一切都是游戏的时候，你就没有顾虑，你可以好好的去玩，玩得非常愉快，玩得非常扩展。那你也可以选择说，既然这是一个跳出游戏最好的跳板，我为什么不在这个世界，在这个当下选择跳出来？当然可以啊。对啊，这是一个最好的方式，也是我们来到这里很棒的一个机会。其实啊，我们会建议啦，如果大家真的想要了解，世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宇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为什么 A 跟 B 说的都不一样？那我们的频道好多影片哦，怎么世界都这么多色彩？有人说觉醒是那样，有人说开悟是那样，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想了解，好想知道。其实啊，真的如果想知道了解这些的，有兴趣的，我们都是建议大家看完我们全部所有的影片啊，自然就会越来越知道、了解、明白了。就算不看完所有影片，那也可以看几部重点影片，因为我们聊的是很广的，游戏内的、游戏外的，很浅的或是很深的都有。那因为每个人灵魂的选择都不一样嘛，有些人是想要
那有些人是想要啊，我想要闲话，我想要玩，我想要地球扬升，我想要怎样怎样。那我们的频道其实全部的内容都是有分享的，那大家可以自助取用。我们每部影片讲的内容可能都是不一样，但是是相关联的。上一集我们就是在讲如何扬升地球，这一集偏偏又是告诉大家，其实地球根本不需要被扬升，一切都是意识。对啊，像我们有一些影片会说我前世是卯宿星人啊，那怎么样读取自己的前世？但是我们其中一支影片又说到，其实前世是可以改变的，在这个当下改变哦。不一样的东西，偏偏却又是相关联的。所以我们就是才会建议说如果大家真的要完全明白、了解很多的话，就可以把我们的影片全部看完。不然就不会发生一些误会。就例如说看到我们分享前世什么外星人什么，他可能只看过那一部影片，就会说这明明就是一场游戏还哪有人说是自己前世是怎么样，或是前世明明是可以被改变，但其实我们都有说到。应该是说看我们的影片就很像洋葱一样，就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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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看到哪一层的时候，其实只是那一层的样子。对啊，我们讲最后的就把整个洋葱剥开里面是空的，没有东西。这是我们最后讲的，但是我们的影片会讲每一层不同的情形。你如果喜欢在哪一个层次里面游玩，那我们会在不同的影片里面去分享。所以看我们的影片最好就是每一篇都看，那这样子你就会知道说，其实我在讲哪一层的东西。你如果选择喜欢那一层，比如说你要开第三眼，或者你要清明梦灵魂出体或者玩什么，你就可以去参考那一层的东西。但是你也可以去其实你都可以去吸收说每一层到底有什么不同。你最后才会真的知道自己选择什么，就不是每一个人都会选择开悟。开悟这个名词很多人都觉得哇，开悟是一件最猛、最棒、最厉害的事情，一开悟就会成为那个最至高无上的佛这样子，所以我选择开悟。其实你真的看完这些影片，然后你才知道说其实我并没有要开悟。开悟不会得到好处。所以真的知道自己要什么，那你就去朝那个方向。先知道这些事情是怎么回事，那看我们的影片可以大概知道所有事情大概怎么回事，然后你再来做一个最适合自己最喜欢的选择。其实我觉得看我们的影片越多，其实视野也会越来越开阔。就是如果真的有把我们影片看完的，我也不知道，可能每个人的能理解的范围都不同。但是多少都能越来越能分辨那个哪一层层次。没错。对基本上看我们的影片，然后再去看世界，就会有不同的视野。像这些什么灵性的资讯什么，其实是最近这几年就才慢慢出现的。比较多了，就是比较广泛的，就这几年越来越普及。对，我有发现。但是像我高中的时候，其实是没有这些资讯的。国高中的时候，你就上网看，其实没有很多像这种影片来跟你讲的，而且又是用这么现代化的方式讲的，其实很少但是那个时候我又莫名其妙被某一些事物吸引，但是我都不知道那些是什么，都会想说，为什么我跟别人不一样？就自己好像都被说很奇葩，很单纯，很傻傻的。说到奇葩，我们应该很多观众都有这种问题吧？也不是问题，都有这种经历，就是自己在自己的人生中，总是跟人家不同，然后别人都觉得自己很异类之类。对啊，觉得都不一样这样。后来才发现，原来我不孤单。原来不孤单哇！对我们这个观众都是。可是偏偏在这些灵性讯息慢慢出来之前，那些所谓的跟别人不一样的人，就会觉得很孤单，就不知道为什么都是身边都很少那种跟自己同频率的人因为其实说真的，到目前为止还是很少了。其实还是很少了。我们要不是影片这个频道，然后大家聚在这里，发现你也这样，我也这样，不是这样的话，其实在外面街上真的亲朋好友这些圈子真的还是很少，很少像我们这样的人，像观众这样的一个族群，都真的还是很少。所以我觉得这边是不是有点像什么异类聚集地？就每个人都觉得他自己很孤单好像异类，都跟别人不一样，就没办法融入人群。其实不是异类，不是异类，对啊，是
人体如果以7个脉轮来说，中间是一个分界，那上面有3个脉轮，下面有3个脉轮嘛。那我们现在这些人都是以上面3个脉轮在生存的，那外面的社会90%的人是以下面3个脉轮来生存的，所以我们就跟他频率不同，然后想的事情也都不一样，我们就觉得啊，我们在社会里面好孤单，的确会有孤单的感觉，因为使用的脉轮生存的基准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脉轮里面，然后就觉得啊，我们跟人跟社会格格不入，然后我们想的跟他们不一样，但是我们融入他们，我们自己又觉得不自在、不舒服。对啊，因为频率不同的一个范围，就会觉得不舒服。那我融入他们，我又不舒服，但是我自己一个人，我又觉得孤单，就变成有这种情形。我在想，会不会因为我们的频道其实才刚出来1-2个月，那目前我们的观众通常都是亲朋好友啊介绍来的啊，所以是大家都多少会懂一些，知道一些灵性啊，什么什么灵魂什么的，那其实我们频道目前是没有这么多人观看，会不会开始越来越多人之后，那有一些还不太理解的人进来一看，哇塞，这里是怎么回事？然后就很傻眼，怎么每一个人都在下面说自己的故事心得，都说什么我看到了什么能量，我看到了什么光团，我昨天梦到什么，我灵魂出窍，会不会觉得哇，怎么有这样的世界啊？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应该吧，就觉得走进了一个不同的世界。其实重点也不是那些现象，我们观众不管就算没有那些什么灵魂出窍啊，看到什么这些体验，我们的存在状态就是很扩展的，就是朝扩展的一个方向。其他世界里面所有人是被拉进那个狭隘，所以就是一般人就像越来越狭隘，越来越狭隘，被拉进那个底下，这就是沉沦下降。那我们频道的观众，其实不管他有什么经验，不一定要有什么很神奇的、特殊的体验什么，但是他的精神就是朝向越来越开阔，越来越开阔。对呀，这就是我们频道观众的特色。上3轮、下3轮是哪上3轮跟哪下3轮？就顶轮、眉心轮、喉轮这个上3轮。那以心轮为一个分界，然后在下面就是太阳轮、腹轮跟海底轮。那下3轮就是欲望、自私啊这些。欲望、自私还有什么？就是以自私、自我中心、欲望，然后仇恨，一些属于比较愤怒啊什么这些为主的。那上3轮？上3轮其实就很明显了，就是喉轮、眉心轮、顶轮为主。那这3个其实就是以一个开阔的方式，顶轮其实就已经就是跟宇宙是相通融入的。上3轮的特色是什么？上3轮的特色就是如果要讲特色，其实每一个人特色不一定一样，但是它会有一个比较接近的状态，是会比较宁静，然后会比较以右脑作为思考，然后会有直觉、灵感这一方面，然后对于一些灵性的知识会很有兴趣，神秘的灵性的知识都会非常有兴趣，然后更有包容心，然后更有爱心，就是像能量图表那样啦，是吗？越高就是越上3轮嘛。找一集我们来聊聊能量图表好了。然后墨子会制作一个能量图表，这样。敬请期待。这是可以变来变去的吗？就可能我今天下3轮，明天上3轮。会有困难的，就是你自己也不会适应啊。每个人他的频率都有一个基调，就是你的基调，比如说是蓝色的，然后是眉心轮的这个层次的，你就会以这个基调作为你生存的一个基础。那即使你遇到很生气的事情，你突然整个变红色的，但是你回复基调，那你又会回到一个蓝色基调，它就是你生存的基调。对啊，所以像我们的观众，大部分的基调都是以上3轮作为基调的存在。对啊，所以你即使会偏离了，被拉到其他的地方，你很快自己又会回到你的基调。对啊，我们找一集来谈谈脉轮好了。好啊，那我们就再找一集来说脉轮好了。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咯。拜拜。